賓，然後返東京嘅。昨日髪を切りました肩まで伸びた髪だったけれど友達は失恋でもしたんでしょうね私何も答えなかったあの夏の思い出も海の夕日も焼けた砂に書いた我返去東京大概已經係夜晚6點幾7點鐘啊，返去酒店嗰時3日8點幾鐘啊。第二日星期一早啊，我先去咗皇宮嗰附近，跟住下晝就喺入東京淺草橋區睇公仔。咁啊，淺草橋區喺東京市東北面啦，主要係公仔店即係人形店咧嘅集中地嚟嘅。咁如果大家對公仔有興趣啊，想買啊，想睇公仔，最好去啦。星期二我去靖國神社，喺東京九段下搭地鐵好方便嘅啫。呢一次係自從1982年以嚟第二次再去嘅啦，相隔9年，我認為有需要再去啦。咁喺靖國神社，我哋等間嘅片段啦，會介紹嘅。畫面上面見到和果子展洋羹物語，係東京市內嘅一間日本點心專門店虎屋所舉辦嘅一個洋羹展覽嘅介紹卡片嚟嘅。咁呢間虎屋咧歷史悠久啦，大概已經有咗400-500年嘅歷史噶啦。呢個展覽就係介紹洋羹嘅各種歷史啊、製作過程啊等等啦。洋羹甜嘅，好似紅豆糕咁樣。原來最初呢都係由中國傳過去而演變出嚟嘅。喺中國宋代、明代啦，即係離而家大概係七八百年咁上下啦。日本嘅禪宗和尚嚟到中國，將中國嘅點心帶返日本，然後演變出嚟嘅好似洋羹咁樣。咁我最初接觸洋羹呢，係60年代，唔經唔覺食咗洋羹大概成30幾年啦。咁當然唔係成日食啦，幾甜下嘅。日本曾經大量接受中國文化，特別係唐代啦。咁直到明治維新之前嘅嗰啲武士階級都必讀中國嘅四書五經啊，所謂孔孟聖賢嘅書啊。不過日本人接受中國文化呢，並唔係照單全收咁樣，全部都接受嘅，係有選擇嘅。中國有2個制度或者習慣呢，喺日本係冇嘅。第一個有關男人嘅太監制度或者宦官制度啦，日本歷史上面呢，從未有過。第二個習慣係關於女人嘅紮腳，即係所謂纏足啊。日本又冇嘅，日本人唔紮腳嘅。咁紮腳呢個習慣呢，
好多人以為係清代滿洲人先有嘅，係錯嘅。滿洲人係唔紮腳嘅，淨係漢人先有紮腳呢個習慣啫，而且歷史悠久，大概起源於呢個宋代、唐代末期啊。咁大家熟悉嘅李後主啊，南唐李後主李煜咧，聽講佢好喜歡女人紮腳嘅，所謂三寸金蓮呢個名詞啊，聽講係由佢起出嚟嘅。咁南唐李後主嚟而家成千年啦，係唔係日本人比較聰明呢？或者日本人喺呢方面係幸福啲呢？中國兩樣摧殘男人、女人嘅習慣，日本都冇出現過。係咪日本人聰明啲啊？咁大家決定啦。跟住我哋睇睇各種羊羹嘅款式。呢一種叫做竹皮包羊羹，呢一種最貴啦，每盒5500蚊日元，大概係加幣60蚊到啦。季節羊羹，所以好多花款嘅。1980年，古屋羊羹店為咗向歐洲人推廣羊羹，喺巴黎開間分店，呢啲叫做巴黎羊羹。哇，好靚啊！嗰條金魚仔裏邊有塊綠葉嚟到相襯添。